要赚取利率调降所产生的债券的价差，要投资哪一种债券会比较好？所以债券的低点呢，就是债券殖利率的高点。如果你不是投资美国公债，那你要考虑的因素就会非常的多。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这期影片呢，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债券的进阶投资策略。那我将会分析呢 Fed， 也就是美国央行它的决策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并且我会用具体的实例呢，让你去了解现在货币政策的状况。那如果你想要赚取利率调降所产生的债券的价差的话呢，那我强烈建议你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如果您初次来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退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原有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投资攻略，或者是我赚取被动收入的方法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要赚取利率调降所产生的债券的价差，要投资哪一种债券会比较好？那这边的话呢，我比较喜欢去投资的是美国公债哈。那主要有3个原因。那第一点就是美国公债它拥有3家最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分别是标普、穆迪跟惠誉国际它所给予的最高信用评级。那第二点就是过往历史当中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债券违约的一个记录。那如果你像是投资其他国家级的债券像是你投资阿根廷像是投资黎巴嫩或是厄瓜多尔，那这3个国家呢，在2020年都发生了债务违约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投资美国公债的话呢，就比较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第3点就是如果我们选择美国政府债券进行投资的话呢，而不是选择那些企业债券进行投资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去考量那些企业的财务风险，以及这些企业呢是否能长久的经营下去这可以减少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风险的议题。那最后一个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美国政府债券呢，就是美国的信用，也就是美元的地位跟美国的霸权。所以呢，他们只要能持续的去印钞票印美钞的话呢，它是不会让自己信用违约的。那我们投资美国公债就可以将一些会影响债券价格的其他的因子给移开，这样子我们就会更加容易的去投资。好，那我们已经选好要投资的债券类型那就是美国公债嘛。那我们要赚取债券的价差到底要使用哪一种投资管道比较好？是要投资单一的债券，还是投资债券 ETF 呢？好，那这部分的话呢，其实我有做一期影片跟大家分享你可以点击我上方的影片连结进行观看。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债券的买入的时机点。那我们都知道呢，要赚取债券的价差，不外乎就是低买高卖。这逻辑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操作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轻松。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重点。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般债券呢，它有哪些特性那一般债券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固定的利息。也就是说呢，你每年配发多少的利息，在这个债券发行的当下呢，其实就已经设定好了。好，那债券买到之后呢，你还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所以呢，债券的价格它是浮动的，但是呢，债券它的利息是固定的。那这边就会发生一个状况那就是当你的债券的价格下跌的时候呢，你的利息不会变，就会导致你的殖利率会上涨。那债券的价格上涨的时候呢，你的利息还是不会变嘛，这就会导致你的殖利率会下跌。所以债券的低点就是债券殖利率的高点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赚取债券的价差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找到债券殖利率会何时触底，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到债券价格的相对的低点。那我们在相对低点的时候呢买入，然后呢在相对高点的时候卖出，就可以赚到价差。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找绝对的低点呢？因为我们投资不要太贪心嘛。如果你要找绝对的低点，应该是非常的困难我们只要找到相对的低点，我们就可以获得非常不错的报酬。那影响债券殖利率到底有哪些因素呢？如果你不是投资美国公债，那你要考虑的因素就会非常的多我们前面已经有介绍过了。所以呢，我们这边是投资美国公债嘛，这样子我们只要关注美国的央行，也就是 Fed， 它是否会持续升息，以及它什么时候会开始降息，我们就可以借此来判断我们美国公债的买卖的时机点。当然，美国公债的殖利率还是会受到一些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是呢，最大的影响就是美国央行的利率。那最新2023年3月23号Fed 的会议，也就是 FOMC 会议，它的会议纪要已经公布了。那我会将连结呢放在下方的留言栏，然后你们可以自行的去参阅。那这个会议纪要呢，我跟大家讲一些重点的部分第一个重点就是Fed 的成员他对未来的平均的利率的预期已经改变了。他从2023年呢预期它的基准利率会来到 5.1%。然后呢，现在的基准利率是 4.75% 到 5%， 也就表示说呢，未来在2023年的时候呢，Fed 它大概还会再升息1码。
并且呢，它会在明年开始降息到 4.3%， 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呢，会来到 3.1%。那长远的利率呢，会维持在 2.5% 左右。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美国央行呢，它对基准利率的预测啊，大概就是今年就会来到高峰，而且呢，顶多会再升息1码，并且呢，会在明年开始降息。那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这是美国央行它对利率的预测，不代表说呢，它未来不会改变。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哦。好，那我们讲到这边，你觉得美国公债今年会是一个好的购买时机吗？我们要等到美国利率开始调降的时候呢，再开始买美国公债，还是现在就可以开始逐步的布局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黄线的部分的话呢，是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那蓝线的部分的话呢，是美国的基准利率。你可以看到，黄线的峰值呢，通常都会比蓝线更快到达。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这主要就是因为 Fed 在每次 FOMC 会议之后呢，都会给予利率的指引，好让市场投资人呢可以提前知道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的一些讯息。好，这使得投资人呢可以判断基准利率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来到峰值，而且呢会在什么时候开始转向。所以呢，美国公债殖利率啊，通常都会比基准利率啊更快的来到高点。那我这边就是想要表示说，如果你想要等到基准利率啊真的开始反转的时候呢，才要开始买入美国公债的话呢，那最好的时机点呢，其实已经错过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投资美国公债，然后来赚取降息所产生的价差的话呢，那你就要判断 Fed 它是什么时候呢开始停止升息。并且呢，你要在这之前呢就买入美国公债，你才可以买入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点。那要如何判断 Fed 什么时候会停止升息呢？那我自己会密切关注 FOMC 的利率决策啦。那 FOMC 的利率决策呢，今年还剩下6次。那我会根据最新的信息呢，去调整我自己的投资策略。好，那投资美国公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几个时间点，这样子我才可以辅助我们去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那这边可能就会有人说，投资债券怎么这么的麻烦啊？那投资债券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好，当然有。那我自己的话呢，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投资债券，那就是直接买单一的美国公债进行投资，然后呢持有到期。就像是这张图，你可以看到，1年到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啊，现在是 4.59%。也就表示说呢，我现在买入1年到期的美国公债，然后呢持有1年，然后到期之后呢，我就可以稳稳的拿到 4.59% 的利息。这样子我也不用去担心什么FOMC 会议呢，它现在利率要调升还是调降。好，因为我们这样子买单一的美国公债的话呢，我们的报酬在我们买入的瞬间就已经固定了。那至于要如何去购买单一的美国公债呢，我会将影片的连结呢放在上方这边。好，你只要花$1000呢就可以买入美国公债咯。好，那接下来我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看法。好，你对未来利率的走势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是对未来利率展望非常重要的事情。利率决策者对未来利率的展望，哭啊，为什么讲不顺？